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运输机运20已多次完成国内外演训和抗疫救援等重大任务，展示出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那么，运20与空降兵这一新组合将为空军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带来怎样的跃升？空军重装空投技术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运20机长约47米，高15米，翼展45米，实用升限1.3万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最大载重量达66吨，最大飞行速度是每小时800公里，最大航程是7800公里，是具有战略投送能力的国之重器。运20在关键的货舱容积设计上采用了上单翼、梯形尾翼、翼吊4台发动机的气动布局，并且采用外置中央翼盒。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就是机翼不挤占机内货舱的宝贵空间，运载能力比伊尔76要大得多。运20搭载的新一代重装空投系统采用了主动控制技术、电传操纵系统和导航系统，空投精度得到了有力提高。另外，其尾门开启设计采用了中间部分向上收起，左右两片向外下方垂直打开。这样呢，不仅可以形成高大的装卸通道，在空投中开启左右两片尾门，还能对机尾涡流起到屏蔽作用，改善空投环境。随着伞兵战车和全地形突击车的服役，彻底改变了空降兵一包伞一杆枪的简单形象，而这就非常考验部队的重装空投能力，对占得先机、取得战场主动权来说尤为关键。重装空投是指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放1吨以上的重型武器装备和弹药。这听起来简单，却绝不是把装备一投了之那么简单，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严重后果。从公开信息来看，解放军是1995年开始组织重装空降空投，从最初用运8小舰连投，再到用伊尔76重装连投，如今换成度量更大的运20，空投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通常呢，空军在进行重装空投之前，战车要固定在 KSTW-17型车辆空投系统上，在飞向预定空域之后，重装空投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环环相扣，经过精密计算的。以 ZBD-03 伞兵战车为例，空投一开始，挂在飞机尾部的牵引伞从飞机上释放打开后充气，产生了一定的后拉力，将战车从正机舱内牵拉出来。随后主伞启动，起初只有灯泡大小，5秒后2次开伞，共有4个760平米的主伞，面积加起来有大半个足球场的大小。用于将装备减速至允许的下降速度范围内，在战车落地瞬间，脱离系统和缓冲系统则同时开始工作，实现软着陆。由于高原地区气流不稳，非常容易造成飞机颠簸，而空气稀薄也会导致装备空投时下降速度快，着陆冲击力大，容易损坏空投系统和装备。因此，从运20上个月在高原实现首次高原重装空投可以看出，空军空降兵的作战能力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除了执行传统作战任务以外，空降兵还在抢险救灾行动中奋勇前行，屡建奇功。9月17号，在空降兵成立70周年表彰大会上，空降兵15勇士12年后再聚首，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这15名空降兵在5000米高空惊天一跳，创下世界空降史上的奇迹。在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气象资料、更没有地面引导，而且余震不断的极端条件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强行跳伞，并全部安全着陆，传回大量有效信息，为高层部署抗震救灾提供关键技术。15勇士啊，首先是在这个首先进入震区，那么在汶川上空呢进行5000米的高空跳伞，而且是在这个山区，因为整个的地理环境啊和这个气象条件啊都是非常复杂啊，比较恶劣。那这个生命危险呢确实非常大，这个风险非常高，但依然是表现出了这个非常无畏的一种这个精神。今年9月17号，中国空军空降兵成立70周年。从官方发布的多个宣传片来看，空军空降兵目前的战力如何？他们为何被称为合成飞行军呢？王先生，从现在的新闻宣传片来看呢，中国的空降兵已经是一支具有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并且具有较大规模的一支空中突击力量。现在的空降兵跟传统的空降兵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的空降兵呢，主要实施的是人员空降作战，
现代的空降兵现在可以携带的是重型武器，包括一些火炮、装甲车辆，甚至是配备了武装直升机作为空中突击的支援力量。这样一支空降兵，再加上具有一定的员额编制，它就可以成为在任何一个战役方向上施加积极主动的影响的一支决定性力量。现在的中国空降兵建设应该说近几年卓有成效。从空降兵的宣传片，我们看到他们实施的这种多路空降，包括重装空投，再包括地面上的重火器突击，应该判断出现在的空降兵已经具备了很强大的实战能力，有可能在中国面临的一些特种作战或者说战役突击的作战行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